Hello，大家好，欢迎回到Tang Talk。双十一过去了，马云的4900多亿，不知道屏幕面前的小伙伴共享了多少？快递有没有收到？我11号就给我家宝宝买了一包猫粮，价格还算优惠。最主要的是这个店家双十一没有什么让人头疼的各种活动，直接就是满300减40，简单粗暴。我一看到什么各种优惠券、分享领红包，就简直头大。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受？现在双十一省下来的钱还不如死的脑细胞多。想当年马云还是比较厚道的，直接5折，哪怕商家是先提价再5折，那也还是划算的。那么为什么现在双十一的活动规则要设计的这么复杂呢？原因很简单，因为马云歧视我们，淘宝对消费者进行了价格歧视。今天就和大家聊一聊，为什么我们消费者会被歧视，背后究竟隐藏了什么套路。我的频道主要是和大家分析我们生活中息息相关的金融现象，帮你比别人更懂一点。感兴趣的话，欢迎订阅，点开小铃铛，给我一个宝贵的支持。那我们正式开始今天的内容吧。在上期的视频里面，我和大家分享了阿里巴巴在国内已经实际上是电商垄断者。互联网企业在处于垄断地位时，因为没有了竞争对手，总会想尽办法攫取高额利润。那么如何才能大幅提高利润呢？方法有3个。一个是捆绑销售，这点阿里巴巴的淘宝没有在做，但是支付宝却把捆绑销售做到了极致。小小的一个支付宝 APP， 它本来只是一个支付工具，却被捆绑了基金销售、保险销售、互联网借贷等业务，成了目前中国混演程度最高也是最复杂的 APP。 第二个是垄断定价，垄断定价就是指企业制定的价格大大的超出它的成本。互联网行业中免费的策略较为普遍，较高的垄断定价较为罕见。但是国内的互联网企业大多数利用自身的垄断地位来进行双边市场的不同定价，比如天猫对消费者是免费的，但是对于入驻商家却会收取高额的入驻费用。第3个是歧视性定价，也就是垄断性的企业对不同的人群实施不同的定价，也就是国内俗称的大数据杀熟。大数据杀熟的鼻祖是美国的亚马逊。2000年9月中旬，亚马逊为了提高销售利润，实施了著名的价格歧视行动。亚马逊选出68种 DVD 碟片，对潜在的客户按照人口特征统计、历史购物行为等信息进行区别，并对不同的客户实施差异化的定价。用这种价格歧视策略，亚马逊实现了较高的销售毛利率。淘宝也有样学样，同一件商品从淘宝 APP 的不同入口下单，领到的优惠券和最终的价格并不相同。有位女士就落入大数据杀手的陷阱。他在使用手机在淘宝平台购物时，中途错用了另一部手机结账，却意外地发现同一商家的同一件商品价格却截然不同。具体来说，这位女士注册至今12年，经常使用总消费近26万元的高级会员账户，比注册至今5年多很少使用总计消费2400元的普通账户价格还贵了25块。身为天猫88 VIP 会员，购买商品的价格反而比普通用户高，怀疑被大数据杀熟。还有晒出截图称，同一款洗面奶出现了5-6种不同的价格。老用户不如狗，在不少行业，老用户都处在鄙视链的最下游。比如在通讯行业，老用户通常给各种优惠套餐和福利无缘，后者都是新用户独享。之所以会这样，在于老用户在企业商家眼中只是笼中鸟，可以任意摆布，他们只会对新用户放低姿态，来谋求潜在的利益。为什么淘宝敢这么做呢？他就不怕用户不用淘宝了吗？对的，淘宝不怕你不用它。我反问一句，网购不用淘宝还能用什么呢？去京东买衣服吗？听起来感觉怪怪的。去拼多多买数码产品，感觉怕怕的。第一个原因是因为淘宝目前处于行业垄断地位，市场是缺乏替代产品，大部分消费者只能在淘宝进行网购。第二个原因是买卖双方的信息极其不对称。我们总是以为互联网使信息传播更为便捷，我们可以获取到任何我们想要获取的信息，但恰恰相反，互联网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信息断层，形成了信息鸿沟。门户网站的信息很多吧，但为什么做不下去呢？因为大多数人根本不知道自己需要什么样的信息，他们只是被动的接受信息，而不是主动的获取信息。所以号称你感兴趣才是头条的今日头条，能够依据算法推荐感兴趣的内容，这种形式在今天大行其道。
长期以来就形成一个一个的信息孤岛，我们每一个人都被困在这个孤岛上，只能看到算法筛选的信息，我们的眼界就会变得越来越狭隘，以为我们看到的就是世界的全部。我们回过头来看淘宝，我们的搜索、对比、下单，整个过程都是在淘宝这一个平台上面完成的。淘宝就可以利用大数据分析你的行为，逐步描述每个用户的画像，他知道你最近喜欢什么，想要买什么，然后就会在你喜欢的商品上加价。我们对于喜欢的东西总是愿意承担比较高的溢价，而这个溢价就是淘宝的价格歧视，也是商家的利润来源。随着大数据杀熟越来越被曝光，这种事情毕竟不光彩，所以淘宝改变了策略。台面上的价格歧视太容易被抓住了，那就搞点复杂的，让消费者既是被歧视了，也感觉不到自己被歧视了。淘宝的新手段就是利用各种优惠券。假设有3个人，富人、普通人、穷人，他们都想买辣条吃，买这包辣条，富人最多愿意花20元，普通人最多愿意花15元，穷人最多花10元。已知这包辣条的成本是5元，那淘宝会把这包辣条定价为多少呢？如果定价为20元，那么只有富人会买，赚15元。如果定价为15元，那么只有富人和普通人会买，两人各赚10元，一共赚20元。如果定价为10元，那么3个人都会买，每个人赚5元，一共赚15元。所以定价15元的时候赚的最多，一共赚了20元。但资本是贪婪的，当你觉得赚20元就满足了的时候，淘宝会想，如何才能赚得更多呢？富人明明愿意掏20元，你却只收他15元，亏不亏？还有那个穷人，定价15块就赚不到他的钱了，也很亏啊。这就是经济学中的消费者剩余问题。所以只有一个办法，同一包辣条20元卖给富人，15元卖给普通人，10元卖给穷人，这样总共就能赚30元了。但问题来了，同一个商品定3种价格是严重违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如果真的这样做了，不是自己找死吗？但中国人的商业头脑远远比美国人要好得多，淘宝的想象力并没有被限制住。淘宝的做法是给商品定一个只有富人能够接受的最高价，同时发放优惠券。比如在辣条问题上，淘宝会给辣条定价为20元，同时发放10元的优惠券。但问题来了，如果3个人都去领了优惠券，那么就都可以以10元的价格购买，每个人赚5元，一共只能赚15元，根本没有定价为15元的时候赚得多嘛。所以淘宝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是把领优惠券的步骤设计的尽可能繁复麻烦。为了拿到优惠券，你必须攒券、领券、抢红包、分享朋友圈，其实这些麻烦都是设计好的套路，目的就是让你把穷人写在自己的脸上。你为了优惠券就必须向全世界宣布，我缺钱，我需要这个10块钱的优惠券。那么富人会这么玩吗？根本不会。穷人会这么玩吗？可能一半人会吧。那我们再假设穷人全部都会这么玩，所以最终会赚多少钱呢？富人赚10元，普通人赚7.5元，穷人赚5元，一共是赚22块5元，是所有方案中利润最高的。那么你能说淘宝价格歧视你吗？不能，因为优惠券就在那儿，你想要优惠你可以去领啊，我并没有不同的人定不同的价格。所以淘宝聪明地利用了不同人之间的心理差异，有的人把时间看得比较重要，不愿意多花时间去省一点点钱，而有的人却把钱看得比较重要，因为他有的是时间。正是这种不同的观念让淘宝钻了空子，间接地对我们每一个人都实施了价格歧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内容，感谢各位花费宝贵的时间观看，喜欢的话欢迎点赞订阅，给我一个宝贵的支持。那我们下期再见，拜拜。